曾经的顶级杀手约翰·威克，因为一条狗灭了整个黑帮，又因徽章契约被人算计，他不惜违反联盟禁令，竟然在杀手酒店动手杀人。即便他和酒店老板是多年好友，但破坏规矩，温士顿也只能照章办事，对外悬赏1400万买约翰的人头。好在温士顿给了约翰1个小时的逃跑时间，只要时间一到，任何人都不能对约翰提供帮助，而来自全球的顶尖杀手也将会对约翰展开疯狂追杀。一时间，约翰成了杀手界的香饽饽，因为这1400万实在是太诱人了。然而，在这争分夺秒的生死关头，约翰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自己，而是自己最爱的狗狗。他拦了一辆出租车，让司机将狗狗送到了杀手酒店，自己则跑进了一家图书馆，找到之前藏在这里的一本书籍，里面有他和妻子的照片，还有金币项链和1枚徽章，这是他保命最后的依仗。然而悬赏时间还没到，就有人开始等不及了。I still have time. It's almost up. Who's gonna know the difference? You sure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do? 40 million, it's a lot of money. Not if you can't spend it. 话音刚落，男人手持匕首刺向了约翰，利用身高优势，匕首扎进了约翰的肩膀。约翰忍痛对着喉咙咣当就是一下，找到机会一把打掉匕首，拿着一本书开始教训这个不守规矩的男人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不自量力。然而不幸的是，肩膀受伤了。约翰迅速离开图书馆，拖着受伤的身体来到一名好友医生这里，请对方帮忙处理伤口。可刚缝合到一半，悬赏时间就到了，约翰只能自己动手完成剩下的针线。临走前，约翰拿走了几瓶止疼药，医生让约翰给了他2枪，因为一旦联盟知道自己为约翰提供了帮助，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Good luck, Mr. Wick. Thanks, Doc. 然而约翰刚出医务室就被人盯上了。大哥，是他。走，去发才是。约翰迅速跑进一间武器店，砸破玻璃，拿出一把左轮，刚装好1颗子弹，几名杀手就冲了进来。约翰干掉一人，快速躲到展柜后，等敌人过来打一个措手不及，2人瞬间被约翰放倒。另一人还想拔枪偷袭，约翰一把握住反手夺枪，打斗中手枪掉在了地上，约翰顺势一脚踢开，没了武器的加持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一番搏斗之后，2人都看到了展柜里的武器，几乎同时砸窗拿刀，但约翰的速度更快，一刀直中男人大腿，接着一个飞刀又命中刚冲进来的敌人。男人愤怒拔刀开始反击，一脚将约翰踹飞，鲤鱼打挺迅速起身，一刀差点扎中约翰的大兄弟。约翰彻底怒了，他要让这群卡勒咪知道，跟自己玩飞刀他们还嫩了点。随后又来了几名杀手，都想拿下约翰这个香饽饽。然而杀神约翰又起誓浪得虚名，必须送他们下地狱才配得上夜魔这个称号。处理掉第一波杀手，走在街上又被2车连番撞飞。约翰迅速起身跑进了马棚，杀手们紧随其后。约翰围着马和敌人周旋，让他们感受了一下脑袋被马踢究竟有多酸爽。约翰用力一拍马身，男人直接被踢成了麻瓜。随后一个小跑滑铲近身，控住敌人手枪，接着一个体术翻滚，控枪让对方打空子弹，一个过肩摔直接撂倒。再次来到马前，男人刚准备起身，此时又一名敌人靠近，约翰找到机会打掉手枪，将男人放倒，用马绳缠住对方的脖子，上马一路拖着男人。随着一声巨响，男人就此饮恨，真的是太惨了。冲出马棚，约翰化身夜魔骑士在马路上一路狂奔，很快2名车手便追了上来，天真的想将约翰从马背上拉下。约翰反手一巴掌教他做人。连续干掉3波杀手，约翰的悬赏金也是水涨船高，来到了1500万。而此时，约翰手持信物来到一家歌剧院，这里是白俄罗斯人的黑帮地盘。从芭蕾舞者和约翰身后一样的纹身可以看出，约翰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，而俄罗斯女皇就是他的养母。可如今这个局面，即便是女皇也不敢得罪联盟去帮助约翰，所以约翰才冒着生命危险去拿十字架，因为这是家族定下的某种契约，所以女皇不得不帮他。然而一旦契约完成，他也将和白俄罗斯人再无瓜葛。而现在的约翰为了保命根本没得选，随着十字架印在身后，约翰彻底脱离家族。女皇答应送他去卡萨布兰卡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黑色奔驰停在了杀手酒店，车上下来一个短发女人，一脸高傲的来到前台，
掏出1枚黑色金币，代表着他在联盟有着无上的权利，而他是联盟高层派来的裁决者。此行目的就是为了罢免温士顿的职务。约翰在酒店杀人破坏了规矩，温士顿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将其拿下，还给了约翰1个小时的逃跑时间，这让联盟高层很是不满。他给了温士顿7天的时间完成交接工作。紧接着他又找到同样帮助过约翰的东区首领梅森，让他7天退位交出地盘。梅森面对这个不可一世的裁决者仰天大笑。No, there will be no replacement for me on the throne, because I am the throne, baby. I am the Bowery. 面对梅森这种硬骨头，他也懒得废话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找到西区老大林浩为自己效劳。林浩带着手下一路杀进了梅森的地盘。当初梅森给了约翰7发子弹，他将以7刀来赎罪。而同样帮助过约翰的女皇也未能幸免，直接被林浩刺穿了手掌。另一边，约翰刚到卡萨布兰卡就被这里的杀手盯上了，走到巷口就被人前后包抄。打斗中，杀手酒店的光头出现，解决了这几个卡勒咪，护送他来到杀手酒店，见到了这里的管理者索菲亚。索菲亚一出现就给了约翰1枪，因为现在的约翰简直就是一个瘟神，到哪都不太平。但索菲亚并没有真的打算杀了约翰，曾经索菲亚也是一名杀手，而约翰救过他的女儿，所以给了约翰1枚带有自己血印的徽章。看到徽章，就算知道有风险，他也不得不帮助约翰，带着约翰找到了以前的老上司。约翰给足了对方面子，他单膝下跪，态度诚恳，只想问出联盟长老的下落。因为现在约翰的处境，只有见到联盟长老才能平息。大佬说在一望无际的沙漠，但能否找到只能看你的造化了。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刚准备离开，却被大佬叫住了，因为他想要索菲亚的狗来作为这次谈话的交换。索菲亚果断选择了拒绝，不曾想对方竟然想杀了他的狗来示威。还好狗狗穿了防弹衣，并无大碍。和约翰同为爱狗人士的索菲亚哪能忍得了？即便身处敌营，索菲亚还是从狗狗身上摸出手枪，开始了反击。这番操作多少有些女版约翰的影子，而狗狗似乎也感受了仇人的存在，直接咬伤了对方的大兄弟。大佬身边的保镖很快倒在了两人的枪下。Sophia, don't. You shot my dog. I get it. 而两人的这番操作也为他们招来了更大的麻烦。大批小弟对两人展开了围追堵截，两位爱狗人士强联手，开启了新一轮的屠杀。随着索菲亚的狗狗加入战场，让这场战斗也变得更加轻松。解决这群卡勒咪后，刚准备离开，又有好心人过来送车，两人很满意的收下了。战斗结束，索菲亚送约翰来到沙漠，他的徽章承诺也算完成。从此两人互不相欠，而剩下找联盟长老的路，也只能靠约翰自己。约翰从白天走到黑夜，又从黑夜走到白天，不知走了多久，他仍旧没有看到人的踪迹，最终体力不支晕倒在了沙漠之中。不久被一个罗布人发现，将他带了回去。等再醒来，竟然见到了联盟长老。长老告诉约翰，想要活命可以，必须干掉纽约杀手酒店的管理者温士顿。现在约翰想要保命根本没得选，为表忠心，他切断了一根手指。而他的结婚戒指也被长老收入囊中，很快长老便派人将他送回了纽约。然而刚出车站又遇到了2名杀手，没等约翰动手，就有人替他扫清了障碍。来者正是林浩的手下。林浩出道至今一直是约翰的小迷弟，同时他也以干掉约翰为目标。可还没等两人交手，身边的手下就急着在约翰面前秀身法。约翰一点也不惯着对方爱显摆的臭毛病，随后接着人群瞬间消失，冲出车站扑倒赶来的车手，一枪送走对方后，骑着摩托扬长而去。然而还没走多远，林浩带着大批杀手就追了上来。杀手们亮出清一色的长刀，加速上前对约翰展开了围攻。约翰左闪右躲，一脚拉开距离，快速拔枪直接带走一人。后面的车手迅速补上空缺，对着约翰就是一顿乱砍。约翰找到机会反手夺刀，挥刀砸懵车手，接着对准胳膊用力一砍。此时后面的车手玩了一把移形放任，以为这样就能拿下约翰，结果一刀直接被一穿二。而现在只剩林浩一人，约翰不再恋战，直接将车开到了杀手酒店。林浩刚想动手，被老黑拦下，因为约翰一只手已经碰到了台阶，就必须遵守酒店的规矩。来到酒店，约翰见到了温士顿。原来温士顿并不打算交出酒店的管理权，联盟这才派约翰来干掉他。他十分淡定地给了约翰一把手枪，说你是打算干掉帮助过你的朋友，还是跟着他一起对抗联盟？约翰接过枪，看了一眼自己的断指，他最终选择了后者。而很快联盟的裁决者赶到，得知两人要对抗联盟后，拨通了总部的电话，停掉了这里的一切运作，并
并对二人下了诛杀令。出道至今，两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根本没有一丝慌张感。约翰跟随温士顿来到了他的私人武器库，这里的装备任由约翰挑选。与此同时，外面来了2车装备精良的杀手。老黑拉掉电闸，约翰扛着一把卡宾淡定出门迎敌。可到外面打了才知道，这群人的头甲有多耐揍。约翰每干掉一人，几乎都要打完一梭子，凭借精准的枪法才勉强占据了上风。约翰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，他再次来到武器库，拿了一把可以穿甲的 M2 霰弹枪，战斗力瞬间飙升，一枪一个小卡勒咪。解决这群装甲兵后，约翰手持武器来到2楼，结果被0号的手下偷袭，约翰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接着又出现一人，约翰更是只有挨揍的份。此时倒地的约翰看到了手枪，捡起刚准备反击，结果2人消失不见。随后0号出现在身后，约翰连开数枪，不曾想都被防弹玻璃挡下，隔着玻璃一番嘲讽后也玩起了消失。约翰小心翼翼搜寻，结果又被刚才的2个手下偷袭，连续吃亏的约翰嗜血本性彻底被激发。解决这2个卡勒咪后，约翰又遇到了2名杀手，2人左右围攻，凭借灵活矫健的身法，凌空一脚直接将约翰踹飞。此时他们开始有些得意忘形，嘲讽杀神约翰也不过如此。约翰彻底怒了，抽出腰带以1敌2。约翰知道对方娇小身手敏捷，机智的他不和对方拼身法，选择用力量来碾压对手。他先爆摔1人砸裂玻璃，接着又放倒另1人砸在了同一个位置，3人同时掉下了楼，2人也因此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而接下来就只剩下0号了，1人一把长刀选择了正面硬刚，0号一记头锤，接上一个回旋踢打掉约翰的武器，他趁胜追击一脚将约翰踹飞。约翰迅速起身，赤手空拳和对方缠斗，找到机会将0号放倒后，约翰玩起了消失，接着如同夜魔般再次出现，0号多少有些懵批。而接下来约翰再也没给对方一点机会，反手夺刀将对方撂倒，最后直接一刀解决了0号。裁决者见派出的人全军覆没，打电话给温士顿想要谈和。来到酒店楼顶，温士顿态度强硬，表示休战可以，但酒店管理者必须还是我。裁决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，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，那就是要温士顿干掉约翰。而刚刚经历一场大战的约翰毫无防备地来到楼顶，温士顿二话没说对着约翰连开数枪。这让裁决者很满意，当即恢复了酒店的正常运营。可当他准备离开时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特意去检查了一下，发现约翰早已消失不见。原来他被梅森的小弟救了下来，被挨了7刀的梅森竟然也没死。 You pissed, John? Yeah.